我是瓜皮儿。猎魔人前情提要：自杰洛特向乌奇翁申请了意外率后，已经过了许久，期间也与叶奈法有过一段恍恍惚惚的爱情，但最终叶奈法选择了分手。他不希望自己的感情是由敌境的愿望带来的，而他对孩子的渴望也影响到了杰洛特。与既有爱人分道扬镳后，杰洛特踏上了寻子之旅。上次来到辛特拉已经是12年前。杰洛特在山脊之上远远看去，数不清的尼夫加德士兵一路北伐，想必战争很快就会打响。杰洛特优先找到了莫斯萨克，没想到这12年来发生了这么多事儿。帕维塔公主与乌奇翁在不久后遭遇了海难身亡。听闻意外子是个女孩时，杰洛特心里早就乐开了花。公主的女儿西里从小由师后养大，以她的性格，自然不会把宝贝孙女交给猎魔人，因此派出杀手行刺杰洛特。好在莫斯萨克出手相救，才避免了冲突。事后的态度很简单，不管尼夫加德再强大，也攻破不了辛特拉的层层防守。孙女在自己身边最安全。其实杰洛特也不是来横刀夺爱的，毕竟那是自己的意外之子。敌军即将攻来，他只是想保护西里不受伤害。于是事后表面答应杰洛特会把西里给他，实际上背地里又打起了其他算盘。可他忽略了意外率的强大。杰洛特前往店内接西里离开，事后便上演了一出苦肉计，随便找了一个女孩代替西里。可杰洛特又不是傻子，他感受不到任何命运间的连接，很快就察觉到了猫腻，也错过了真正的公主。于是杰洛特当面对质事后，可想而知他的愤怒，先是被行刺，又是被欺骗，事后完全不顾意外率的重要性，他只希望能把孙女儿留在身边，那样的女儿留给自己最后的礼物。不管杰洛特怎么劝他，都无济于事。没一会儿，伊斯特亲自送杰洛特离开。这个宠妻狂魔现在想法跟事后一样，完全忘了12年前自己为了命运帮助杰洛特。他们都知道杰洛特不会放弃西里，只能施计将杰洛特困在了原地。与此同时，叶奈法找到了初恋伊斯崔德，两人早已不是几十年前的模样。叶奈法不再丑陋自卑，伊斯崔德也离开了术士会，加入了尼夫加德考古队。他们没有旧情复燃，各自有着不同的理想，叙叙旧罢了。道不同不相为谋。此时另一名术士找到了叶奈法，男人自称威格福特兹，他是来通知叶奈法，蒂莎亚需要你的帮助。重返艾瑞托萨学院后，一切变得陌生又熟悉。威格福特兹实际上是用蒂莎亚的名号骗来的叶奈法，真正需要帮助的是他。尼夫加德已经展开了北伐战争，他们术士会必须插手此事。虽是知道自己被骗，但叶奈法并未离开，曾经的一切还仿佛历历在目。这50年来，艾瑞图萨学院早已忘记初心。曾经他们培养术士是为了帮助其他国家，现在却成了有钱人家孩子们的乐园。不管会不会魔法，有没有天赋，只要钱到位，都能进来。学员们根本想象不到叶奈法当年的艰难，为了出人头地，失去了太多东西。到这儿，叶奈法虽然对艾瑞图萨失望了，本想离开此地，却碰到了蒂莎亚，为了生存妥协，和当年告诉自己的人生观完全不同。突然，兄弟会召开紧急会议，人群中的特丽斯拉着叶奈法就进入了会议室，因为此时尼夫加德已经杀到了辛特拉的地盘。辛特拉王国内，事后全然不在意现在的局势，而且也不想让宝贝孙女担心，让她到人群中去跳舞后才冷下脸来。其实尼夫加德已经攻了过来，而且事后没有把握战胜对方，他只是不想让孙女害怕而已。此时起，事后将为自己违背意外率而付出代价。天蒙蒙亮，两军就已经在境外对峙。这次事后和伊斯特亲自上阵，望着远处乌鸦一片的尼夫加德士兵，事后心里也没底了。战场上刀剑无眼，死伤惨重，尼夫加德的人数远超辛特拉，事后一方已经被全面碾压，不少人脑袋搬家，伊斯特更是当场暴毙。辛特拉败了，此时西里被莫斯萨克保护在王宫内，当事后被送回来后，也已身负重伤，命不久矣。事态发展到了没落，他才把真相告诉了西里。雄狮倒下了，辛特拉很快就会亡国。他希望幼师西里能坚强地活下去，去寻找利维亚的杰洛特，他会不顾一切保护你。几小时后，尼夫加德已经屠了整个辛特拉，唯有最后的王宫杀不进去。莫斯萨克设下结界，保护辛特拉最后的希望，可这无疑等于垂死挣扎。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他们只能放弃所有人，全力保护西里一个。在女术士威哥的帮助下，尼夫加德杀入店内，这刚好给了杰洛特逃脱的机会。随手干掉一名士兵后，持剑杀了出去。此时莫斯萨克受命前来释放杰洛特，结果双方阴差阳错，错过了相聚。杰洛特不在了，西里该怎么办？
事后只能让部下铤而走险送他出城，而他自己宁可自尽也不想死在敌人的手下。看到尸后的尸体后，杰洛特瞬间懵了，难道西里遇难了？他二话不说杀进去，却没有找到女儿任何下落。西里这边则是一路逃到了境外，爆发了上古之血才逃出森林。辛特拉已经尸横遍野，白狼则是为了自己的承诺踏上了寻子之路。与此同时，兄弟会也分成了两派，一方是蒂沙亚，他们想要援助辛特拉，阻止北方诸国的毁灭；另一方则是史崔克布，他不想趟这趟浑水。双方争论不休。此时威哥走了进来，他已经背叛了兄弟会，投靠了尼夫加德。这次来就是告诉所有人，尼夫加德只对辛特拉有敌意，不会对其他诸国发起攻击。你们呐，就别操心他们的事了，还是想想怎么保住自己的性命吧。此言一出，不少术士纷纷倒戈，不想为了那些争斗牺牲术士们最后的尊严。蒂沙亚的提议被拒绝，但他并未放弃。北方的百姓们需要帮助，他决定带人前去帮忙。至于叶奈法，自然选择加入老师。最终以蒂沙亚、威戈福特兹、特里斯和叶奈法等22位术士前去支援北方。他们心里清楚，尼夫加德绝对不会停手，如果他们继续下去，恐怕要把北方统一。而尼夫加德想要北伐成功，那就必须经过索登山，那是北方的最后一道防线，也是叶奈法等人要守护的地方。当地不少百姓加入了战斗，叶奈法和特里斯聊起了这些年的经历。听闻特里斯遇上了杰洛特后，只能提醒他小心这人，杰洛特太狗了。另一边，威哥协助一众尼夫加德骑兵北下，他们想通过索登山，那就必须跟术士们开战。威哥对术士兄弟会的仇恨极大，恨不得马上抽干他们的血。当晚，尼夫加德发起了攻击，反应过来的叶奈法第一时间做出了防御。这看似普通的攻击，竟然是威哥用鲜活的生命释放的。好在众人守住了第一波。日出后，森林漫起了迷雾，尼夫加德请来的高人出手了。蒂沙亚立刻分配战力，唯独让叶奈法到塔顶观测，以便保存实力。首批进攻的尼夫加德士兵由特里斯出手阻碍，可这不过是冰山一角，数万大军陆续赶到，仅凭他们无非只能做到拖延，施法要牺牲巨大的体力。威格福特兹抓准时机切入敌军内部，这斗宗术士真是恐怖如斯，与敌方将领卡希尔1对1单挑，然而堂堂威也几个回合被干翻在地，最终坠下山崖，生死未卜。此时术士们伤亡惨重，威哥等人更是不惜一切使用了黑魔法，没一会儿便杀入了索登山内部。情急之下，耶奈法开始呼叫蒂沙亚，但对方毫无应答，因为蒂沙亚已经只身来到了威哥面前，希望他能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无奈威哥对术士兄弟会怀恨在心，使出阴招暗算了曾经的老师。另一边的特里斯拼命守住了大门，自己也身负重伤，然而内部却出了问题。术士萨宾娜被敌人洗脑，引爆了用来防守的炸药，并一刀刺入了叶奈法的腹部。并肩作战的22位术士也已经所剩不多，百姓们更是血流成河，付出了这么多，才仅仅抵挡住了尼夫加德小部分的兵力。叶奈法侥幸生还，前去寻找蒂沙亚帮忙。蒂沙亚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选择放手一搏，让叶奈法释放混沌能量，这也是他不让叶奈法出现在第一战线的原因。精灵族的后代有能力扭转乾坤。回想起自己儿时的遭遇，受到的种种不公，耶奈法终是释放了自己的全部力量，将场下所有尼夫加德士兵烧成了灰烬。他的暴走守住了身后的净土，却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。此时西里为了躲避尼夫加德的追杀，深入了丛林，得到了黑精灵达拉的帮助，一路来到了难民聚集地。这群人基本都来自辛特拉，却没有一个人认识曾经的公主。西里听说了不少辛特拉屠杀精灵的故事，也在这里得到了不少帮助，可她终究是一个10多岁的小女孩，一时难以接受家破人亡的现状，每晚都担惊受怕。好景不长，尼夫加德还是追了过来，所有难民无一幸免，还是达拉把西里救了出去。西里再次重返森林逃亡，不小心踏入了树精的领地，他们的责任就是守护大自然，对人类充满敌意。按理说没有人能够找到他们，西里却误打误撞闯入此地，命运的指引。树精统领艾斯纳告诉西里和达拉，他们会给入侵者喝下部落奇龙之水，这种水会令人产生幻想，纯洁之人会忘掉痛苦，重新生活，心怀不轨之人则会死亡。这意味着西里两人也得喝下此水。在得知她是辛特拉公主后，达拉立刻有了敌意，事后下令屠杀了大部分精灵，其中就有达拉的家人。西里从未想到过自己的外婆是如此的凶狠，根本不是记忆中那个和蔼的模样。最终达拉服下了部落奇龙之水，并且活了下来。西里也打算忘掉过去，重新开始，可这水对他居然毫无卵用。他们又带着西里去喝了部落奇龙之水的源头，喝下的一瞬间，西里进入到了幻象之中。在他面前是一棵参天大树，凭借着自己的枝干点亮夜空，召唤着西里。
命运早就形成了一把宿命之剑，两道刃上，一面是西里，另一面会是谁呢？与此同时，卡希尔找到了变形怪，变形怪复制了莫斯萨克的模样，思想和记忆全部克隆。为了避免暴露，顺手杀死了真正的莫斯萨克。部落奇龙森林内，艾斯纳看出了西里的不凡之处，想将他留在此处便于保护。树精们把他当成了家人一样照顾。也就在此时，假莫斯萨克赶了过来，逃亡了这么久，见到亲人后，西里光顾着开心，完全没想到这是个假货。艾斯纳本不想让西里离开，可根据意外率的规定，西里现在唯一的家长只有杰洛特。假莫斯萨克又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还会带着他找到杰洛特。艾斯纳只能让他离开，一句天选之女更是说的西里一头雾水。最终，假莫斯萨克带着西里离开了丛林，达拉也一路随行。这一路上，达拉问了不少问题，对方总是回答的模棱两可，这不禁让他起了疑心。喝下部落奇龙之水后，更是让他们思路清晰。接二连三的几个致命问题，让变形怪失去了耐心。最终，在两个孩子联手下，用银刀让其展露原形。可孩子终究是孩子，敌不过成年妖兽。达拉被当场打晕，西里在逃命的途中被变形怪绑在树上，自己却扮成西里的模样，被卡希尔生擒。他很好奇，为什么所有人都想得到西里，不惜代价却又不敢伤害？想得知真相，唯有亲自问问卡希尔。于是真假卡希尔大战300回合，不仅没有问出真相，还被重创。变形怪只能落荒而逃，混入平民其中。为了找到他，卡希尔请威哥帮忙，用银器测试了每一个平民，最终还是一无所获。至于西里，醒来后的达拉救下了他，可达拉不想继续跟西里逃亡下去了。他认为西里跟狮后一样，走到哪儿都会带来灭亡的战争。达拉准备回到部落奇龙森林重新生活。就这样，孤单的女孩独自踏上了寻找杰洛特的道路，一路坎坎坷坷。为了取暖，用母亲的戒指换来一副手套，几乎是绝望到了极点。所谓是时来运转，一个好心的农妇收留了西里，虽然不富裕，但却没有恶意。现在骑马走，晚上就能到家。农妇去采购东西的时候，西里独自一人跟马聊起了天，还自讽地道了一句：什么样的神经病才会跟马说话？结果遭到了一群难民强奸，还准备把西里带到尼夫家的领赏。绝境之下，西里再次爆发上古之血，一声狮吼将几人震成了一滩血水，直到天亮才被农妇接回了家，安安稳稳地睡了一个好觉。与此同时，杰洛特来到了辛特拉难民营，这里遍地尸体，气味刺鼻。然而却有一个好心商人在给逝者安葬。在这兵荒马乱的时期，竟然还有如此善良之人。杰洛特有些触动，还提醒男人赶快离开这里，这种集市地会引来食尸鬼的。话刚出口，地下就钻出一群食尸鬼。杰洛特拔出银剑就是一砍，即便这样，男人还是想留下来帮助杰洛特，可他并不是猎魔人，只会成为累赘。很快，杰洛特被食尸鬼团团围住，手中的银剑也被击落在地，无奈只能赤手空拳对抗他们，最终以重伤代价干掉了所有的食尸鬼。随即身子一软，瘫倒在地。再睁眼，自己已经躺在了好心商人的马车上。迷迷糊糊间，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小时候，却怎么也看不清楚那个遗弃了自己的妈妈。还是喝下了药水之后才缓解了痛苦，可伤势依旧严重，必须尽快就医。商人连忙拉着杰洛特继续奔波，四处求医，最终得到了一个女术士的帮助。恍惚中，杰洛特感觉这个术士很像伦福瑞，时而又会变成叶奈法。等毒素彻底驱散后，才看清了来人，他就是当年遗弃了自己的妈妈维森娜，也是本剧除了伦福瑞以外的最强颜值。这一刻，无数的问题涌上心头：为什么要抛弃自己？若不是维瑟米尔收留了自己，自己可能已经死了。即便自己活了下来，也是挺过了青草试炼的3成存活率。这一切是因为你抛弃了我。可维森娜并没有回答他，而是催眠了杰洛特。当他再次醒来后，立刻赶到了索登山，却没有在废墟中找到叶奈法的踪迹。但他的呐喊传到了西里的梦里，命运引导着女孩重返森林。好心商人带杰洛特回了家，他的妻子正是农妇。而杰洛特也从农妇的嘴里听说了西里跑到了森林里，顿时想起了伦福瑞死前的话：森林里的女孩是你的宿命。于是杰洛特不顾伤势冲进了森林，远远地看到了一个白发女孩向自己飞奔而来，没有多余的话语，互相抱在了一起。被命运相连的人总会找到彼此，而西里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谁是叶奈法？到这儿，猎魔人第1季就结束了。杰洛特、西里、叶奈法3人宿命相连，而那把宿命之剑的2道刃，一道是你，另一道就是我。